凯迪拉克作为美国通用汽车旗下的豪华品牌，诞生于1902年，如今已经122岁了。凯迪拉克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20年历史的豪华汽车品牌，不仅有独树一帜的设计，在技术创新方面也是引领了一个时代。就比如凯迪拉克量产了全世界第一台 V8 发动机、第一台 V16 发动机，还有 AT 变速箱、车载空调等很多技术都是凯迪拉克率先给量产车型搭载的。虽然这些都是老黄历了，但足可以看得出来，凯迪拉克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品牌。对于技术创新一直都是有所追求的。很多人觉得美国车那都是傻大黑粗，只有德国和日本人造的车才是真正有技术的车。其实真的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样。既然凯迪拉克有技术，车子的产品力跟同级别比一点都不差，甚至于更好。料足碗大的凯迪拉克在国内为什么就混成了2线豪华品牌？我们拿各车企公布的2023年国内乘用车销量数据对比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传统豪强 BBA 的年销量都突破了70万辆，年度豪华品牌的销量冠军宝马甚至达到了82.5万辆的年销量。反观凯迪拉克，2023年中国地区的销量只有18.3万辆。虽然在2线豪华品牌里面还是第一名，但是沃尔沃和雷克萨斯分别以18.14万和18万的销量紧随其后。可以说，2线豪华品牌的销冠随时会易主。不仅销量是 BBA 的1/4，而且凯迪拉克的18.3万的全年销量还是以大幅度降价换来的。车型的平均成交价在豪华品牌里面已经快垫底了。上期视频聊凯迪拉克的二手车，学长把这个牌子可以说是吹上天了，结果现实可以说是啪啪啪的打脸。今天学长来跟兄弟们聊一聊汽车营销史上面典型的反面教材，看一看凯迪拉克是如何把两王带炸弹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本期视频安全无广，纯是 UP 主的主观看法，长视频制作不易，还请兄弟们能给我一个免费的一键3连，回一波血，拜托了兄弟们。要说起品牌建设，还得从2004年开始。这年，第一台国产的凯迪拉克 CTS 横空问世。CTS 刚问世的时候，采用开创性的钻石切割设计，搭载2.8和3.6两款大排量 V6 发动机和5AT 变速箱，前置后驱，售价35.8到51.8万。当年的 C 级轿车都长这样，或者说是这样。CTS 棱角分明的设计可谓是独树一帜，但是这个设计也为 CTS 日后惨淡的销量埋下了伏笔。时间来到了新前年，随着改革开放，国内的私家车消费市场迎来了蓬勃发展，汽车这个大件开始走进了千家万户。但是在当年买车可没有折扣，一台 CTS 落地价要40多万。在当年这个价位的汽车，那都是公司采购为主，还有极少数大老板才消费得起，大多数车都是以商务接待为主。作为商务接待用车， CTS 的外观设计就显得过于浮夸了，就好比你穿着洗浴中心的衣服去接待客户一样，总显得不够庄重，不够稳重，看上去就不太靠谱的样子。既然是商务用车，尊贵的客人那都会坐在后排，那么后排的乘坐体验就至关重要了。恰巧 CTS 是以原版引进国内的，没有做任何的加长，后排乘坐空间体验都比不上当年 C6 代的奥迪 A6。这个时期，中国人买车最看重的就是省油和大空间，恰巧这2点刚好是凯迪拉克最不擅长的。凯迪拉克看重的操控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完全没有概念，很多人开过的车一共都没有几辆，根本不明白什么才叫操控性好。来到了2008年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，通用汽车破产重组。这个时候，通用汽车利用韩国大宇和德国欧宝的技术，开始全力开发横置发动机平台的小型车。臭名昭著、有着金属搅拌器美誉的6AT 变速箱和工业垃圾之称的别克英朗、雪佛兰科鲁兹上的1.6升自然吸气发动机，都是诞生于这个时期。因为这2款车在国内销量非常大，开了几年后，含泪卖车的车主更是数无胜数。国人对于美国车油耗高、毛病多、不保值的固有印象，很大原因都是拜这2款车所赐。这个负面影响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。作为通用品牌旗下的凯迪拉克，自然也受到了牵连。虽然凯迪拉克的质量要远比同时期的别克、雪佛兰强得多，但广大消费者并不买账，人们只会相信大部分人所谓的真理。又有多少人会专门花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真相呢？时间来到了2014年，凯迪拉克凭借国产加长的 ATS-L 迎来了销量小爆发。
也为品牌注入了操控的基因，获得了一众驾驶爱好者的好评。与此同时，通用还以别克君越为原型进行精装修，推出了 XTS。XTS 以高配置、不错的空间和乘坐舒适性，还有越级的隔音静谧性，加上巨额的终端优惠，XTS 用3.4C 的价格去打5.6亿。这个销售策略取得了不错的销量，但是帅不过3秒。凯迪拉克凭借 ATS-L 和 XTS 的热销刚有一点点起色，后面一连串堪称灾难级的营销接踵而至。2016年，凯迪拉克斥巨资打造的旗舰豪华轿车 CT6 横空问世。CT6 延续了 XTS 的定价策略，用宝马5系、奥迪 A6 和奔驰 E 级的价格去打7系、A8 和 S 级。有了 XTS 的成功案例，上汽通用的营销部门对于 CT6 的上市充满信心。但是魔幻的操作它又来了，有一位天才营销大师想出了一个活动。如果你在2012到2014年买了一辆宝马5系，那么你只需要加1块钱便可以置换一辆全新的 CT6。如果想要高配置，只需要补差价即可。这个活动一出，在很多人眼里 ，CT6 就等于二手的宝马5系。CT6 43.99万元的起售价，比当时的宝马520起售价还要贵。既然官方都宣传 CT6 就等于二手的宝马5系，那你的新车不优惠谁会买呀？对不对？果然，群众的预判非常准确。CT6 的新车价格一路跳水，从没有优惠到优惠10万，只用了短短1年时间。CT6 事件只是上汽通用营销噩梦的开始。2016年，随着国5切国6，由于排产计划出现错误预判，导致凯迪拉克经销商积压了大量国5的 ATS-L 和 XTS， 面临临期无法上牌的压力。这个时候，各大 4S 店开始铺天盖地的宣传大甩卖，甚至个别地区全新的国5 ATS-L 优惠完的裸车只要15万，优惠后的价格跟一台本田时代思域差不多。一番骚操作之后，不仅凯迪拉克自己的价格体系全面崩塌，也深深背刺了当年花30万落地提车的车主，不仅极大的伤害了品牌形象，也伤了一众凯迪拉克忠实粉丝的心。从此之后，凯迪拉克的新车上市不优惠个大几万，根本没有人会考虑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凯迪拉克不如 BBA 彻底坐实，几乎没有人会提出质疑。可能有一些兄弟会提出疑问，大家同样面临国5切国6，为啥人家 BBA 没受啥影响，而凯迪拉克却把牌子给砸了？一方面是 BBA 提前规划产能，库存压力没有凯迪拉克那么大，还有就是 BBA 会把很多快临期的车出售给租赁公司，不会让这些车流入市场破坏自己的价格体系。如果当时凯迪拉克也能这么做，把卖不掉的车批发给租车公司，不要让经销商有那么大的库存压力，也许会好很多。除了一系列灾难级的营销以外，凯迪拉克迟迟不把自己的高性能 V 系列引入国内，也是品牌形象不如 BBA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目前，凯迪拉克在国内所有的燃油车只有一个代号 LSY 的 2.0T 发动机，马力无论车型统一都是237匹，甚至现在 CT4、XT4、GT4 还推出了 1.5T。整个品牌在国内连个在售的6缸车型都没有。一个品牌的高性能部门可能不会提升多少销量，但是对于品牌形象的树立至关重要。宝马的 M2、M3、M4， 奥迪的 RS6、R8， 奔驰的 C63、G63、AMG GT 都是品牌图腾般的存在。有多少人是受这些图腾的影响爱上了一个品牌？这些隐形的软实力对于一个品牌来说非常重要。就比如现代推出了伊兰特 N， 让很多人了解到，原来现代也是一个有实力、有技术的车厂。最近网上伊兰特的关注度明显要高了很多，伊兰特 N 在国内上市也能变相提升普通伊兰特的销量。凯迪拉克的 V 系列相当有实力，早在2008年 CTS-V 就成为了纽北最快的量产4门车，而 CT5-V 的 Blackwing 顶级性能版，很多国外专业媒体测试赛道成绩都能干掉最新款的宝马 M5和大鼻孔的 M4。如果说凯迪拉克能把 V 系列引进，国内的赛道也不会成为了宝马和保时捷的专场。有这样现成的资源，凯迪拉克不好好利用下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就算卖不出去几辆车，把 V 系列当作品牌图腾用来秀肌肉，让更多人认可、了解凯迪拉克的品牌价值，这些硬实力的背书要远比花钱让车评人宣传效果好得多得多。如今的凯迪拉克也算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，量大、管饱、良心、厚道的驾驶者之车慢慢融入了品牌基因。好的营销可能会换来一时销量的提升，而优秀的产品在多年之后仍然会被人们津津乐道。正如凯迪拉克的 slogan 所说
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。希望凯迪拉克能不忘初心，在这个同质化、电子味越来越严重的时代，能给喜欢驾驶的车友们带来更多有乐趣、有灵魂的作品吧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说你也喜欢凯迪拉克，但是呢手里的预算有限，可以看一看学长才发布的上期视频。看到这儿的家人们，请给我一个免费的一键3连，支持我一波，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如果说你觉得视频不错的话，也可以进超音速的主页点一波关注。这里是超音速，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，我是吉姆学长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